故事要从一个叫做米勒的房顶油漆工人说起。1930年，美国进入大萧条时期，米勒失业了。为了能和家人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米勒决定制造一辆可以真正当成家、有着硬质外壳的房车。很多朋友可能会奇怪啊，汽车顶棚怎么会有帆布呢？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工业技术落后，冷轧钢板的厚度它做不到很薄。至于外侧蒙皮使用胶合板的这个事情呢，倒是从100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胶合板它可以很容易的去弯曲成一个所需要的曲面，来贴合顶棚弧度的曲线。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聊房车的侧壁结构的第3种，也就是木质框架加上波纹铝蒙皮。2022年7月24号，中国的长征5号重型运载火箭搭载着问天实验舱发射成功。在1天之后，神舟14号飞船也相继发射升空，随即航天员入驻了空间站。时间往前53年，在1969年的时候，同样也是炎热的7月16号，美国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搭载着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发射升空。4天之后，飞船抵达月球，并且成功的降落在了月球之上。然后就有了那句来自于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经典的无线电回报：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今天是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53周年纪念日。大家可能会觉得呀，这些空间站啊、登月啊和我要讲的房车侧壁、房车主题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朋友们请接着往下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11年的7月8号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发射时候的场景。航天飞机从1981年第一次发射到2011年最后一次的谢幕飞行，在这30年间总共执行了135次任务。对于航天飞机来说啊，相信那根最粗大的火箭一定会吸引大家的目光。严格来说呢，它并不是火箭，它只是一个为航天飞机提供燃料的外部存储罐而已。因为在它的内部结构当中，其顶部的1/3都是巨大的液氧存储罐，而底部的2/3则是液氢存储罐。在这2个罐子的连接处，它需要承受巨大的力量。怎么样才能够进行结构加强呢？那就是这些条纹状的花纹，它们叫做加强筋。它们的作用呢，就是在没有改变材料厚度的前提下，数十倍的增加材料的干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些火箭上边醒目的加强筋结构和流行了将近50年的波纹铝蒙皮的房车，它们在外观上特别的类似。你的房车上正在使用着太空技术，这是每一次太空发射时候电视直播都在给消费者们传达的心理暗示。这些由国家所推动的大型的航天工程，正是给消费者信心的来源，让自己的产品和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产生联系，这是每一个房车品牌都不会放弃的机会。这么一来，这样的波纹铝蒙皮的房车就一直延续了将近50年的寿命。这个啊，就是航天飞机和房车的关系。这一位是德国的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霍芬，他驾驶着福克第21型3翼战斗机，在1916年到1918年的这19个月之间，击落了80架的盟军飞机。他的红色飞机涂装以及他无与伦比的飞行技术，为他赢得了红男爵的称号。福克第21是一种木质框架辅以帆布蒙皮的飞机，这种木质龙骨加上帆布蒙皮，在当时是各国飞机制造的主流形式。就在红色男爵在欧洲的天空大杀四方的同时，德国飞机设计师雨果·荣克斯，他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全金属材质的飞机——荣克 J1 单翼飞机。这架飞机的机翼蒙皮使用的呢是带有脊状凸起的铝合金制成的。在前面我们就已经讲过了，这些脊状凸起，它们叫做加强筋，它可以在不改变材质厚度的前提下，数十倍的增加材料的干度。从荣克 J1 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荣克52，波纹铝蒙皮一直伴随着荣克斯的设计。图中的这架荣克52飞机，后来呢还被用于蒋介石的专机。在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就是搭乘着该架飞机前往西安去营救蒋介石。在经历了1战和2战之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归平静。这些经历过了战争的大男孩们回到了他们的家乡，不管他们在战前是什么样的性格，但是呢，在现在他们都是老兵，他们都是钻过丛林、睡过草丛、出生入死过的勇士。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那种死宅在家里边的生活方式，出去露营是他们的底层生活需求。这辆房车呢，就是由沙斯塔公司在1959年所推出的形状类似于一个午餐肉罐头的小型拖挂房车。与此同时呢，还有其他的很多公司也在纷纷的推出类似的产品，他们呢都在用这种方式来对这些二战的老兵们进行致敬。说起午餐肉罐头啊，都是这些大兵们躲在战壕里边吃到想吐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些房车设计师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会不会把马屁拍到马脖子上呢？竟然用这种方式来致敬老兵。火腿罐头房车它使用的就是木质框架加上波纹铝箔皮的侧壁结构，很快它就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一种拖挂房车。它可能并不是全世界第一辆波纹铝箔皮制造的房车，但是从此之后，这种波纹铝箔皮的侧壁结构一度就成为了主流，一直沿用了几十年。即便是到了今天，在2022年，还有许多公司在源源不断的推出最新款的波纹铝箔皮的房车。当然了，现在的主流呢已经是玻璃纤维蒙皮的了。波纹铝箔皮它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外部的这些凸起的纹理，通过这样的纹理，它可以一片一片的相互锁定，并且相互叠加，上边的一片可以遮盖下边一片的缝隙。如果说不是在特别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就比如说能够让雨水倒流的这种狂风天气，那么雨水通过这样的凸起纹理进入到房车内部，它的几率并不高。并且呢，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过，当把这些片状材料进行折弯之后，那么这些材料的刚度将会大幅度的提升，让这些材料呢在行驶途中不会因为震动而发出噪音。当波纹铝箔皮用在房车上的时候，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隔热。如果说看过我前面3期的节目的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在我介绍10几种隔热材料的时候，我就讲过，空气作为一种导热系数极低的东西，几乎所有的隔热保温材料，就比如说聚苯乙烯泡沫、己素板或者是聚氨酯发泡胶，它们的隔热保温性能都来源于材料内部所截留空气的多少。那么波纹铝箔皮所拥有的这些脊状凸起，它等于是在这种复合侧壁结构上截留了更多的空气，这些空气呢就可以阻断直接接触式的热传导。到了冬天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增加房车的保温性能。波纹铝的成本相对于玻璃钢蒙皮来说，它更加的低，因为作为一种可以批量制造的型材，只需要简单的切割就可以一片一片的进行安装，甚至呢在施工的时候仅需要一把剪刀就可以进行操作。除此之外，它的维护也相当的容易，在使用途中，如果说某一个部位的波纹铝损坏以后，只需要更换一片同样型号的就可以了。即便是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通用户，在家里边就可以进行搞定，因为它仅仅需要一把剪刀和螺丝刀就可以进行操作。波纹铝箔皮直接固定在内部的木龙骨上，这些木质龙骨大约有5厘米的厚度，这个厚度的空间啊，刚好可以填充保温材料。内饰板呢，也通过螺丝钉直接钉在了这些木龙骨上，这样呢就构成了隔热性能非常不错的复合侧壁结构。木质材料作为龙骨，相比于现在正在流行的金属龙骨，就比如说镀锌铁方管或者是铝合金方管来做龙骨的话，那么木龙骨它拥有更好的保温和隔热性能。因为干燥的木材它本来就是一种多孔结构，它里边富含空气，根据木材种类的不同，木头的导热系数呢仅仅是 0.04 到 0.4 不等，所以呢它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隔热材料。这样的隔热性能啊，是金属框架、金属龙骨所望尘莫及的。但木头的缺点就是，一旦外蒙皮漏水以后，那么木材将很快的腐烂，而且呢，维修更换这些木龙骨会非常的麻烦。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国内可以买到的波纹铝蒙皮。在中国啊，波纹铝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它在装饰和装修材料里边发扬光大。在我们今天很多店铺的门头，这些艺术字的背后，它使用的背板呢就是波纹铝。我给大家一个关键字：长城板。大家呢可以在各大网购平台搜索这个关键词，它有各种各样的型号，各种各样的脊状凸起可供选择，甚至呢还有不同角度的连接件，可以直接做出类似我设计图上这样的装饰类的斜坡。所以呢，如果使用长城板来做房车的外蒙皮的话，它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啊，在国外 DIY 房车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都不一定找得到我们国内那么多种类型号的波纹铝来使用。这些波纹铝材，它们绝大部分是有一定厚度的，1-2毫米、2-3毫米的厚度。那么这个厚度呢，就赋予了这种铝材非常高的强度，
如果说我们用这种材料来做一些轻量级的房车的话，这些波纹铝它可以直接的用来作为骨架，它并不需要单独的木龙骨或者是金属龙骨，因为它已经不单单是一层外蒙皮了，它就如同是昆虫的外骨骼一样，它呢是外硬内软，内部的隔热层和内部装饰层可以直接依附在这层加厚的波纹铝外壁上。我认为这也是另辟蹊径的另外一种房车侧壁结构的发展路线，并且呢它非常符合我们的国情。说到超轻量级的结构，我给大家展示一段这样的视频，这是一家外国公司生产的名为 CPT 的外壁材料，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带有隔热材料的一种蜂窝铝，通过 CNC 切割出它的外形、门窗等等形状，然后呢在转角处使用铝型材和螺丝进行固定。这样的侧壁结构它不需要使用专门的龙骨框架，它就使用 CPT 板材本身的强度来作为支撑，它可以支撑起轻型的顶棚以及固定内部的大部分的家具。大家也看到了，它可以非常快速的进行批量化的生产，并且呢它的隔热保温性能也非常的不错。当然了，它的缺点呢也就是维护性能比较差，当外壁损坏以后就需要更换整面墙壁，并且呢它的支撑力非常的弱，完全无法支撑起车顶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在介绍完波纹铝蒙皮之后，我们顺带来说一下光滑铝蒙皮的房车。Airstream 轻风房车就是这种方案的代表。如果要追溯它的源头的话，它其实是来自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许多航空企业跨界进入房车领域，于是呢把很多飞机制造的工艺也运用到了房车制造里边来。1930年的时候，人类首次在房车上使用了航空铝材。一名来自于美国加州的飞机制造工程师霍利·鲍勒斯，他发明了一款拥有飞机般流线型外观的房车。后来呢 Airstream 公司将其发扬光大，它的全铝蒙皮的房车大卖全球，并且呢价格一直都非常的坚挺。如果说大家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到我的视频列表里边去观看。哪怕是60-70年前制造出来的 Airstream 房车，到了今天仍然是银光闪闪。即便呢它的内饰和家具已经被漏水完全的损坏掉，但是呢它的车架、底盘以及外壁结构，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铝材的原因，它并没有受到任何的腐蚀，只需要进行内部的翻修以后，那么它又将陪伴着它的新主人开始新的征途。比如说我刚刚在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有一辆二手的1976年生产的 Airstream， 它有着将近50年的车龄，它的内部家具呢已经经过了完全的翻修，翻新以后的内饰要比原版豪华非常多。它的主人声称改造它花费了26万加币，折合人民币呢也就是135万。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呢便宜出售，它要价16万9，折合人民币呢也就是88万。我又查了一下，在 Airstream 官网上，这一辆76年生产的 International 型号，它的同款的最新型标价呢是10万91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呢也就是73万6。所以说这种光滑铝蒙皮的房车从来它都不便宜。Airstream 的铝蒙皮拖挂房车就是通过铆钉铆接工艺制造的，它和制造飞机的工艺流程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它需要2个人同时进行配合铆接，一个人在车内，一个人在车外，2个人互相看不见对方的手，需要非常高的默契程度才能够完成铆接工作。所以呢 Airstream 它不菲的价格也是来源于此。前面我介绍的这2种铝蒙皮，波纹铝和光滑铝，大家呢可能不一定见过，但是呢大家一定见过这种薄钢板、彩钢皮，它就是制造彩钢瓦的一种材料，只不过呢它上边并没有彩钢瓦上的几状凸起。它们色彩丰富，价格便宜，有各种各样的宽度型号可供选择，需要多长就买多长，它长度几乎上可以说是不限的，厚度呢也从0.几毫米到几毫米不等。我相信大家也一定有过这样的想法，那就是用彩钢皮来做房车的外蒙皮，用它来代替波纹铝。我们先来看一下薄钢板的优点。薄钢板的密度大概是铝的2.5倍到3倍左右，与铝蒙皮相比，钢板可以更好的抵御石头或者是冰雹的撞击，并且呢它的价格会便宜的非常多。价格便宜都是其次，关键是在中国国内它很容易买得到，无论是再小的村镇上边，只要说有一家做5金门窗的地方，那么就一定可以买得到。使用彩钢皮做房车可并不是现在我才有的念头，在历史上还真的推出过一些用薄钢板做外蒙皮的拖挂房车。就比如说在1952年，因为朝鲜战争的原因，在美国国内铝的材料价格飞涨，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有一家公司叫做 Vagabond， 叫做流浪汉公司，它呢就推出了这样的一辆薄干板蒙皮的拖挂房车。就像大家在图上看到的一样，到了今天啊，这辆缺乏维护的房车，它的底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锈蚀，容易生锈。这个呢，也就是薄干板它最大的缺点。如果说可以解决锈蚀的问题，那么薄干板它剩下的全都是优点。虽然说图上这辆房车它锈蚀严重，不过大家别忘了呀，它可是1952年制造的，它已经有70年的车龄了，到现在它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呀，它还过得去吧。如果说我们买个房子，70年产权到期以后，这个房子能不能立在地上还不一定呢，对吧？更何况呢，也有保护的比较好的，比如说这几辆，像这样的内外车况看起来并不输今天的新款房车。那么既然已经有了先例，我们再来深入探讨一下薄干板作为房车外蒙皮它的可行性。解决踩干皮腐蚀的方法呢，也就是3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大面积的油漆保护，就比如说我们的汽车外蒙皮，它同样也是用薄干板做的呀，只要说油漆够厚，那么它怎么可能会生锈呢？这个呢是我5、6年前自行 DIY 喷过的一辆整车喷漆，我用了3次底漆1次面漆，1天之内呢就全部搞定，也没有用什么烤漆房之类的工艺，我就在半露天的环境下完成的。除了说沾到了几个小虫子之外，我根本看不出它是自己喷的漆还是去修车厂喷的漆。所以说呢，如果用薄干板做外蒙皮的话，我们可以经常的对它进行喷漆维护，我觉得呀，它的可行性也非常的高。第2个要点，那就是让薄干板的裁切面不要生锈，不要遇到水。它的裁切面也就是剪切它的边缘，由于它的面积非常的小，在我们喷漆的时候啊，油漆通常不能完全的覆盖到它的这个侧面上。裁切面一旦开始生锈，那么它的锈蚀就会蔓延到油漆层的下方。这个呢，就如同是很多事故车修复的时候，它的腻子刮得非常的厚，外边呢根本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底下的那层钢板它已经锈得一塌糊涂。这样的话呢，这些油漆层它就非常容易鼓包，一碰就碎，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它的裁切边缘是最薄弱的部分，需要妥善的保护。解决方案呢，通常是用卷边工艺。卷边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很厚的油漆喷涂，把它的截面永久的封闭在其中。但是呢，对于我们手工制作房车来说啊，在没有大型的折弯设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想用手工来对几米长的薄干板进行卷边的话，那么难度将会非常的大。当然了，不排除有很多手工钣金高手，他们可能一把锤子就能做得到，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绝大部分的人来说，肯定是搞不定的。还有第3个要点，那就是不能随意的打孔。如果说大家想像飞机铝合金外蒙皮那样的打上几千个孔，然后呢再弄几千个铆钉进去，这恐怕有问题。关于飞机的铆钉它会不会漏水这个问题啊，我还真的深入的调查过。我在一个国外论坛上边找到了一个帖子，这是一个战斗机维修师给出的回答。当然了，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找到那个原帖了，我呢就口头的跟大家描述一下。大概呢，这个工程师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战斗机上的这些铆钉啊，它岂止是会漏水，它是会漏得一塌糊涂的。但是呢，飞机的设计本身就不怕它漏水，因为它漏进来以后，它有地方让它出去，一切都在设计之中。前面我们提到的 Airstream， 哪怕说是现在最新型号的房车，它呢就是使用铆接工艺制造的，它同样也会很容易漏水。这个呢就与铆钉这个东西就有非常大的关系。我想起来我工作室有一个铁皮做的小门，也是用彩钢皮做的，我大概呢是在4、5年前把它做出来的。它所使用的工艺也就是镀锌管焊接的框架，加上呢薄干板的蒙皮，然后呢用抽芯铝铆钉来进行铆接。平时呢它外边的风雨直接打在门上，会打得噼啪乱响，每次下雨啊，整个门都是完全被淋湿。4、5年的时间都过去了，我从里边来看的话，它并没有很多锈蚀的痕迹，也可能因为它内部是开放的，有水的话它也可以很快的干掉。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房车侧壁结构上边用这样的蒙皮的话，也打上几千个铆钉孔，水只要漏进来，它就很难再排出去，会被全部的吸收在内部，结果呢可能会非常的糟糕。关于这个问题啊，我还寻求过铆钉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使用铆焊枪。铆焊枪呢，可以在不破坏外蒙皮的完整性的前提下，把铆钉直接焊接在蒙皮的内部，或者呢，就使用这台焊机直接使用点焊的方式，把薄干板焊接在金属龙骨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打孔造成的漏水。但是这样的功率的点焊机呢，它价格也不便宜，从3、5千块钱起步到7、8千块钱这个样子吧。
一旦焊接完成之后，我们在家里边这种高昂投资的工具几乎上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自己又不开加工厂，这种大功率点焊用得到的地方真的非常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买回来的成品彩钢皮，它通常都是双面油漆的。如果说想用这样的点焊工艺，就需要把这个彩钢皮的双面油漆都磨开一个口子，那么几千个铆钉孔，那要磨开的面积可想而知。因为只有让蒙皮的金属和框架金属相接触到以后，才可以进行成功的点焊，并且呢，磨过的油漆层再加上焊接的高温，它就会更加容易生锈。所以说呢，对于薄钢板这个方案我也是心怀不甘，最后不得不放弃掉的。如果朋友们看到我这期节目的话，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想法，那么你们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来共同探讨一下这个薄钢板、这个彩钢皮究竟能不能做一些更好的防水处理，把它用在房车的外蒙皮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这期节目呢也就只能先聊那么多了。房车制造里边的4种侧壁结构，在上一期节目里边我们介绍了2种，一种呢是木质框架加上帆布，还有一种呢是木质框架加上胶合板蒙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介绍了第3种，木质框架加上波纹铝蒙皮，以及 Airstream 公司经典的光滑铝蒙皮的制造过程，还有从它引申出来的一种新思路，结合我们国内最新的波纹铝型材长城板，用它呢来设计成了一种外骨骼的侧壁结构。在下期节目里边呢，我会和朋友们接着聊第4种的房车侧壁结构，也就是时下最流行的铝合金框架加上玻璃钢蒙皮的侧壁结构。好了，本期节目呢就说那么多，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